你不要这样说。本来想来小瓜的老师，他说啊，还要看脸吗？是的，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可是在中国，就是面试的时候，他一定会问这些问题。我在想，他是不是心里在想，我可能喜欢他？对，有可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瓜 Chinese，今天是我和萨萨，我们来聊天。萨萨，今天我们说什么？今天我们要说和找工作有关系的事。对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，萨萨，好，为什么你来小瓜工作？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工作。为什么找不到工作？对，可能我太差了，不是，不是，不，肯定不是。对，因为所以为什么？现在在中国找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尤其是我的年龄稍微有一点大。啊，对，那萨萨在中国，如果找工作对年龄有什么要求吗？对，他们喜欢越年轻越好，但是如果你已经35岁，可能没有工作想要你。哦，我同意，因为有的时候看一些公司，他们想找人，他们想要新的员工，然后他们的要求会写年龄35岁以下，要对不到35岁的。对，所以感觉在对，中国，你到了35岁，如果你突然没有工作了，你就像死了一样。因为没有人会要。对，在找工作的这个地方已经死了。那学历呢？在中国，如果一个人想找工作，对他的学历有什么要求吗？嗯，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工作，比如在学校里或者做技术的工作，可能要看你的学历。你是一般要大学以上，如果是研究生更好。对，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去上过大学，所以他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有很多工作是他喜欢的，但是人家不要他，是吗？对，但是也看情况，有一些工作可能不需要你的学历。相反，如果你的学历很高，去了这个公司工作，可能有点不太合适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嗯，对，比如说在中国，有的人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去了大学的人，我上过大学，那如果让我去做一个服务员啊，我会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我，我应该做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工作。对，可能不只是自己这么想，因为我以前在一个小公司，那个公司里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，他哦，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上完研究生要和他们一样在这个公司工作？他们每天都会问我这样，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？对，这个是因为你的学历很高，然后你去了一个周围的人不是很高学历的公司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。对，我以前的有一个公司，就是大家都是上过大学的人，然后有的人的学历会更高，有可能是研究生、博士。然后呢，公司里面有一个人，他没有去过大学，大家也觉得很奇怪，
就是为什么公司要找这样的一个人？他没有上过大学，他为什么可以和我一起工作？对，大家会有这样的问题。他是不是有关系？有关系，他和领导是不是认识？对，对，这个是学历。还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找工作，他会问你工作经验，对不对？小瓜需要工作经验吗？如果我来小瓜找工作，很好的问题。其实我们有想过，就是我们要找有很多经验的老师，可是萨萨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在用 comprehensible input， 所以有很多老师他有上课的经验，但是他没有 CI 的经验。对，所以其实这样的老师在面试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点担心，就是你有很多的经验，我同意，但是这个跟 CI 没有关系。所以如果想让他去用 CI 的方法上课，或者去用 CI 的方法帮助学生的时候，很多老师他不接受。所以有的时候他的经验多不是他的优点，可能会成为他的缺点。但是如果这个老师有很多 CI 的经验，哇，那我们就会很开心。是的，所以得看他的经验是什么。是的，可能在HSK 上很有经验，但是他习惯了就很难改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点担心这样的老师。所以我们很喜欢萨萨，因为萨萨没有很多，虽然没有很多的上课的经验，但是你在上课的时候，你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然后这个和 CI 就是很像，所以我们就很喜欢。对，可能我只上了5年课，但是比起有10年经验的老师，你们更喜欢我，对吗？对。太好了，当然也因为萨萨很漂亮啊，很聪明。你不要这样说。本来想来小瓜的老师，他说啊，还要看脸吗？对呀，所以小瓜的老师都很漂亮。那是小瓜的老师一个比一个漂亮。我们这样说自己真的好吗？大家同意吗？没关系，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最下面这个。魏轩比我漂亮，智飞比你漂亮。对，我们自己心里面偷偷的想。对，想一想没关系。萨萨，你有没有发现小瓜里的老师都是女孩子？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女人，女孩子。对，但是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只想要女老师，这个是一个巧合。因为教中文的老师，男老师太少了。对，我同意。但是这个可能是老师这个职业的特点，就是很多人大部分是女孩子，尤其是我觉得和语言有关系的。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子，就是和语言有关系的大部分的老师是女孩子。对，我们以前参加中文老师的培训，200个人里面只有6个男老师。6个男老师不是中文老师，是体育老师吗？是中文老师，但是是中文老师少。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宝贝啊。对，你说这个我想起来，找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学西班牙语，所以很多人毕业以后会去别的国家工作，可能去西班牙，可能去南美洲，然后像我去了非洲。但是找工作的时候，那个公司他会说，他不会直接说，我们更想要男孩子，他们不可以这样说。但是很明显，就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，他们更喜欢那些男孩子，因为他们会问他们很多问题。对，然后
最后就是他给那个工作邀请的时候，也是先给男孩子。我也遇到差不多的，就是如果很多人面试，有一个人是男的，那很大的可能，就是这个男的可以找到这个工作。然后，有的时候我看一些工作的要求，他会写性别，就是男人还是女人性别，然后他们会写男，但是有一些工作他们会写女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，这个工作只有男人可以做吗？这个工作只有女人可以做吗？为什么必须是男人？为什么必须是女人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，有一点不公平。对，可能有一些公司他很怕招到一个新的员工，她是一个女人，但是刚工作就怀孕了。哦，天哪，我讨厌这个要求。所以为什么不可以怀孕？对，可以，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她刚来公司就怀孕了，就好像没有招到新的人一样。对，对，你说这个，我又想起来，我在面试的时候，那个面试的人，我们也会说他是 HR，在中文也会说 HR，然后如果说中文就是人力资源的那个负责的人，他说那个是我刚毕业的第一个工作，然后他说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我说我有。他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我那个时候，我大学4年级，22岁，谁会去想结婚的事情啊？对，我说我没有想过。他说，那你工作5年，你会结婚吗？我说，可能吧。就他们会问很多很私人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让我非常的不舒服。他们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尤其是在女孩子面试的时候，我觉得男孩子他们不会问这么多，就是很个人的和个人的生活有问题的、有关系的问题。比如他会问他会问一串，就是问很多很多很多问题。你什么时候结婚？你结婚你要生孩子吗？你什么时候生孩子？如果我生了孩子，他会说，你会想生第2个孩子吗？你什么时候生第2个孩子？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可是在中国，就是面试的时候他一定会问这些问题，然后如果你不回答，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太诚实，我们不想要你。可能我们也习惯被他们问这些问题。就是我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会提前想到他们会问我这样的问题，我要怎么回答。但是可能男人们很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他们不习惯。对，我有一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就是我在以前的公司，我帮我的老板招一个新的老师，有一个男生来面试，就是已经面试完了，但是我们就是聊天嘛，想要聊一聊，我随便的说了一句，我说那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他觉得很奇怪，他就这样看着我。我在想他是不是心里在想我可能喜欢他。对，有可能。对，他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，这和你有关系吗？为什么你想知道我有没有女朋友？对，这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？对，我同意。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找工作，最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男朋友吗？你男朋友是哪里人？那你毕业会去你男朋友的老家工作吗？你们想去哪个城市工作？你们会分开吗？对。可是这个问题它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？男朋友是男朋友，工作是工作，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
他们不是很关注你的学习怎么样，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吗？你的能力是什么？他们很关心就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对，不过因为我做过跟 HR 有点像的工作，所以我猜是因为他们想找一个稳定的人。比如你和你的男朋友离得很远，你有可能在这个公司半年就走了，要去找你的男朋友。对，他们很担心啊，待半年你就跑了。对，招人，我们找工作很难，他们招人也很难。对对对对，同意同意。然后还有一些很奇怪的，或者我们可以说很特殊的要求，比如在中国，如果你想当公务员，就是在政府工作的话，它也会有一些要求，就是和普通的工作不一样的要求，对不对？对，比如不能纹身。对，不可以纹身。对，如果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的情况纹身了，那以后就不可以考公务员。哎，如果这个纹身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就是可能我的衣服可以盖住它，就是别人看不到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不是特别严格的公司，可能可以。但是如果是和比如律师这些工作有关系，就不可以。警察可能不行，是不是？不行。还有什么奇怪的要求吗？萨萨，你还听过什么奇怪的或者特殊的要求？有一个，也不是特殊的要求，就是很多工作他会看你的简历嘛。如果你2个工作中间有1年是没有工作的，他会觉得不可以，我们不要这个人。为什么？我也不明白，就是中国的工作，他不想你有休息的时间，好像你不工作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人，很懒的人，或者是你没有能力找到新的工作，这样。哦，天哪！那如果这个人他去这个公司面试的时候，那个公司的 HR 问他，你这1年为什么没有工作？他要怎么回答，才能让这个 HR 觉得你不是一个很懒的人，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？现在有很多人教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你可以说我去考研究生了，我去学习了。你不可以说我去旅行了，或者我休息了1年，都不可以。哦，天哪！那如果我现在离开小瓜，我去找一个工作，我可能真的找不到工作了，他们不会要我的。对，但是你可以说你在一直做网上的兼职。也是一个很好的回答，我喜欢这个回答。我就是这样写简历的。啊，你的简历很好，虽然我没有看过萨萨的简历，其实我没有看过你的简历。对，小瓜很特别，因为中国的公司都是先看简历，觉得这个人很好，再去面试。但是小瓜是先来，然后学习培训，然后说哦你可以，你来小瓜吧，才看你的简历。对，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奇怪的公司。对，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这个公司是真的公司吗？是不是一个骗子公司？为什么他不看我的简历？对，很奇怪。对，然后我们也没有问很多在中国如果你找工作会面试问的问题，比如我之前换工作的时候，下一个公司经常问你为什么离开上一个公司。对，而且这个问题你要小心回答，如果你说的不好，可能就找不到新的工作了。对，萨萨之前是怎么回答的？
我一般会说，因为公司他要做的事情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所以他们有新的考虑。我就来找和以前差不多的工作。这样。嗯，这样既能可以显得我说在这个新工作上很有经验，又可以知道我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辞职的，不是很喜欢辞职的人。啊，那可以说，比如，我不喜欢我的领导，我不喜欢我的同事，我不喜欢那个工作，可以这样说吗？我的头一直在摇，不能这样说。不可以，真的不可以。对，我面试的时候，那个 HR 他也问了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从上一个公司离开？然后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不想一直待在非洲，所以我想换一个国家，然后我就想找在中国的工作，嗯所以我就是面试了在中国的这个公司。然后他觉得，我的回答还可以，他比较满意。对，可能你的回答让他觉得你很爱国，爱中国。可是我的下一个工作，那个 HR 也问我，你为什么要从这个公司离开？我说因为我想换一个国家，我想去别的国家看一看。然后呢，他觉得你的回答好，他也很满意。对，他很满意，因为他们想要一个愿意出国的人，所以他觉得OK， 这个人很好，是我喜欢的人。对，你很幸运，你的回答是他们喜欢的。如果你一样的答案，可能换一个公司就不行了。对，这个公司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找一个工作，他有这么多要求，又想在中国，一会儿又想在国外，真的是很奇怪的人。对，萨萨有没有见过很奇怪的招聘？就是可能不是我们生活里的，也有可能是你见过的或者你听说过的很奇怪的一些招聘，就是在他们有一个公司想找新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们的要求就是很奇怪，不是我们见过的正常的要求。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很好笑的招聘，而且这个招聘可能不是一个两个，很多地方都有。就是老板他会招一个秘书，但是他的要求是，长得要很好看，要很年轻，可以陪着老板出差。这个等一下，这个是秘书还是女朋友还是什么人？这个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秘书的工作。你说对了，其实这个工作就是老板想要招一个可以帮他工作的女朋友。所以是情人。对，可能有的老板可能还有老婆，但是他要招这样一个女人来陪着他。我突然很生气，我讨厌这样的招聘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合法的吧？对，肯定是。哇，太过分了，太坏了这个招聘。但是你看他的招聘看不出来，你不知道是要招这样的人。对，但是他没有说就是这个秘书的工作是什么，他只是说对这个秘书的要求，尤其是他的长相或者他的身材要什么样子。对，因为有一些工作他确实也需要秘书长得好看一点，比如可以去见客户啊，做在中国说前台的工作，前台就是一进公司就看到的那个地方。对，对对对，我也见过这样的要求，就是很漂亮，然后要很年轻，但是身材没有说。对，一般就是说长相要什么样子，然后年龄要女孩子。对，
哦，我还见过一个招聘，就是他的条件说的非常非常非常具体。有多具体？有非常具体，有多具体？比如说这个人的专业，要什么专业？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，我想想那个例子是，比如说小瓜要找一个老师，但是可能我别的老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要萨萨。OK， 那我就会说，这个人首先他的性别，他要是一个女孩子，他的年龄可能是33到35岁，然后他的身高是1.7米左右，他的头发很长，黑色的长头发，他住在长沙，对，黑色的长头发，他住在长沙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就是非常非常具体，你找不到。就是你找不到别人，就只有这个人可以。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要求？对，有一些工作就是像你说的，他可能就想要这个人，已经和这个人说好了，你可以来我们这里工作，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招聘的过程，所以他就会按照这个人写所有的条件。比如对，可能有的大学他要招一个英语老师，但是他会写这个人的专业是商务英语，就很小的一个范围。然后他的年龄就是一般是35岁以下，他可能会写36岁以下，就很奇怪。因为这个人他是36岁，所以写36岁以下。对天哪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。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这个要求的时候，下面有一些网友就是他们会写评论，然后这个网友说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写这个人的身份证号，就这个人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写这么多的要求，就是只有这个身份证号的人他可以。对，其实大家都明白，只是不说。那萨萨，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要求，如果你很想要这个工作，可是这个要求是非常具体，他们想找这样的人，你会很生气吗？我会有一点遗憾，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工作，但是其实没有机会。不管你有多好，都没有机会。是的。那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你觉得我不要做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会让我很生气，我不要去这个公司？有的 HR 他和你在中国现在有一个找工作的 APP，在这个 APP 上你可以和 HR 聊天，对，这样你就不用先去面试，可以先说好再去面试。对，但是有的 HR 他很像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人，或者是他是高的人，你是低的人。你随便，比如说他问你个问题，说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你会说我想做一个工资高一点，有双休，周末都可以休息的工作。那 HR 就会说，你这么想休息，就不要想着多赚钱了，你这样是找不到工作的，就很讨厌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这样说很过分，我觉得很不礼貌。对，很多 HR 这样，他们觉得可能因为他的公司不能达到这个要求，他就觉得你想做这个，你就去找别人吧，别来我们这里。天哪，那的确是真的很让人生气。我之前有一个工作的面试，我没有去那个工作，他为什么让我很生气呢？是因为我面试的时候他没有问我很多就是关于我自己的能力的问题，他一直在问我，那你可以加班吗？我说如果有需要我可以考虑加班。然后他说那如果一个同事
他生病了，或者他有别的事情，比如他去生孩子了，你可以做他的工作吗？就是我突然发现他好像在问我很多和这个工作没有关系的问题，但是他又很想让我做很多的工作，让我做别人的工作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很奇怪，所以我不要去这个公司。对，不去是对的，如果去了你就会变得很累很累很累。同意。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